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特利多教会的生活日志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共同的记忆。在最近的一次主日聚会中，一位弟兄在他的女儿高中毕业典礼之前，见证了女儿在过去18年的成长经历，并且期许她的未来。亲爱的女儿，虽然我们共同度过了18年的时光，但作为你的父亲，我常常忘记你的经历和记忆与我是何等的不同。从我19岁那年起，我就开始寻找人生的意义。更确切地说，我是在追求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我的主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，我追寻着他，奔跑着我人生的赛程。许多次，他让我的人生彻底的翻转，而他却始终是无数的变故中唯一不变的那一位。当你出生的时候，我其实已经在一个公会牧会，可是周周例行公事的宗教活动使我重新思考我的信仰。于是我和你的母亲决定放下一切来跟随主。经过1年的预备，你刚满周岁，我们就远渡重洋来到中国。我以为你的身份只是从牧师的女儿变成了宣教士的女儿，但主的意念和道路远高于人的计划。他在我心中点燃了寻找真正召会的渴望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从离开中国到进入召会的实际，经过了整整7年。而你对我们生活的记忆，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段至暗的时刻。我们被困在宗教和自己里面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动力。尽管用尽全力，却还是无法逃脱那个我下定决心想要摒弃的平庸生活。你虽天资聪颖，满了活力，但我和你的母亲却没能给你的人生一个明确的方向。然而，主没有忘记他向着寻求他的人的应许，凭着他的怜悯和带领，我们再次走出了低谷，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城市，进入了召会生活，一切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。几年前，你也受尽得救了，但始终没有显著的成长，不会独立的思考，不能清晰的表达。这些年，我没能在家中给你正面的影响，这是我对你的亏欠。然而，没有人能想得到，你原本无忧无虑、满了期待的高中生活会这样结束。你的母亲突然住院，1个月之后就收到了病危通知，你被迫留在病房，看着她在生死间挣扎。你整夜在医院里陪着我，与我一同流泪祷告。你守在我身边，直到看着你的母亲在我怀中死去。拾起忧伤和悲痛，你伴随我一路到家，处理你母亲的遗物。短短的2个月，你长大了。最近，你被一所很好的大学录取，在临行前的最后一个暑假，你住进了姊妹之家。过去几周，我的确看见你的成长，你变得成熟，有内涵，有动力，坚定持续与姊妹们过召会生活。这是你在母腹中就被分别要活出的身体生活。这是我过去18年对你的记忆。我盼望有一天，你的记忆能超越我的。这不仅是在你我之间，更是与众圣徒共谱的永恒记忆。
让我们怀着相同的意向，继续奔跑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，赢得那呼召我们向上取得的奖赏。我的女儿啊，千人的手不能阻我，万人的眼也不。路上荆棘，不过助我忠勇敬前得福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